It's time to shoot a video. Let's go. What is going on, guys? I'm Daniel.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If you're new here, please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 so that you will be notified whenever I post new videos.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今天呢，很荣幸，也谢谢一个网络上的一个城市叫做 Cambly 的邀请。那么他请我呢来体验他们家的线上课程。那线上课程呢，其实这个东西呢，基本上是练你的英文口说的。如果你是想要练习你的口说的人的话，不妨一定要 check Cambly 哦。那么基本上呢，如果你是想要练你的英文口说的人 ，English speaking 的人呢，一定要去尝试看看 Cambly 的原因，是因为当你登录到 Cambly 的网站之后呢，它会有一系列的东西让你去做选择以及 filter。这个东西呢，其实不外乎就是一些老师的经验背景，或者是说你想要练习的类别是什么。例如说，有些人是想要考雅思、托福，如果是你单纯想要练习 speaking 的，又或者是你只是想要练习的是一般生活绘画、职场绘画，或者是面试英文的话，基本上其实在那地方呢，你都是可以去做选择的。如果你是想要去找那种就是专业的教学背景的老师的话，也是可以去做选择的。甚至，如果你是喜欢那种 very sexy 的 British accent， 就是英式的英文，就是如果你是 prefer 是 American accent 的话，美式口音的话呢，你就是可以去做美式口音的选择，或者是澳洲腔，或者是加拿大腔，其实这地方呢都是让你去做选择，没有问题的。因此，我觉得 Cambly 这个平台呢非常好，原因呢是因为你可以去做选择，然后去算是有点像是依照个人的需求，然后去选择你喜欢的老师。那么其实你可以把你喜欢的老师呢加入到我的最爱的一个方式。那其实老师如果上线的时候呢，你就是可以知道哦，老师上线了，这样你就可以跟他做一个视讯。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很不错的点是 Cambly 这地方，你也可以去看老师的自我介绍的影片。你点进去的时候，老师会有录可能30秒、1分钟，甚至到2分钟的自我介绍影片。甚至他会把他自己的兴趣、他的教学经验、教学的项目，他都会把它打在他的个人资讯栏下面。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去参考看看，看这个老师是不是你比较喜欢的类型。另外，在跟你上完课老师之后呢，你可以把这个影片档存下来，并且在以后随时随地的都可以上去再重新的看一次。我觉得这很棒的原因是因为当你讲完之后，你可能对于刚才老师讲的某个东西忘记了，或者是你想要重新复习什么什么之类的，你都可以去重复再去看一次。那么基本上呢，其实我认为，英文口说你真的如果想要进步的话，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有在网络上问大家说，你们觉得英文口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What's the biggest challenge when it comes to English speaking？ 很多人应该是说有些人说 grammar 就是文法。有些人说是 vocabulary， 就是单字量。那有些人是说 not too fluent， 没有太流利。基本上呢，我在这个影片当中的最后，我会放上我跟一些外国老师的一些怎么讲，算是我的体验，以及我把这些问题问一些外国老师，请他们跟我讲说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另外呢，就是我还有问，可能有些单字是英国人才会说的，有些是美国人才会说的。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想要练习英文口说的人，就是你真的想要进步英文口说，不外乎如果你是想要考托福、雅思，你是要练口说的，或者是你以后要考全民英检的复试，因为复试一定会有口说。你只要想要练习这些的人呢，你都可以去看看 Cambly， 因为如果你真的想要练习口说，想要进步，想要维持你的水平的话，不外乎就是多讲。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对，那时候我问一个，我在网络上 PO 的那个限时动态，有人也说，就是我觉得台湾没有一个可以学习英文口说的环境。那我觉得这个讲到非常的中肯，因为呢，如果你想要练习口说，你可能要找你的外国朋友，那你的外国朋友呢，也不见得想要帮你练口说，他其实只是想要单纯跟你聊天嘛。那有些学术的东西，你是完全没有办法跟你外国的朋友聊到的。这时候呢，你就必须要靠 Cambly 的老师来帮助你。那因为你会觉得说，我有外国朋友啊，就这样就可以练习啦。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想要依靠外国朋友的话，你不见得你想要随时练习的时候，那个外国朋友都可以帮你练习。你可能想要练习英文的时候呢，他竟然在厕所遛狗、吃饭、看电影，随便。就是非常的不方便。但是如果你是在网络上呢选择老师的话，他们都会有老师在线上为你服务，那你只要点开呢，就会自动连线，你就可以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口说练习了。所以我觉得你必须要每天练，一直讲，然后这样慢慢的就会越来越有口语，不是口语，就会越来越有语感了。有些人也会害怕说一开始讲话非常的慢，怎么办呢？没关系，因为在影片的时候呢，我有问老师说，你会觉得讲慢的人怎么办呢？他们都是说一开始讲慢是非常正常，也是非常正确的。慢慢的变快，一开始就是求稳不求快，因为你必须要把每个字的咬字、咬文嚼字，就是发音的清楚，然后语感要抓到，然后你的文法也要正确。慢慢的，如果你这3个东西都累积下来之后呢，你就可以
感觉越有语感了，你就会慢慢的讲越来越快了。我之前也是这样练习的。如果我很久没有讲英文的话，我突然要讲英文，我就会变得非常的生疏。所以我觉得练习英文口说的必要条件呢，就是你必须要每天都讲，而且要勇敢的开口。有些人也会说我没有那个胆量，我没有那个胆识，我就是不敢开口。但是你必须要踏出你的舒适圈，然后克服这一点。这样子的话呢，如果你都没有跨出你的舒适圈的话，很有可能你就自己没办法进步了。所以呢，今天这影片呢，非常谢谢 Cambly 的推荐。那我用完之后呢，我觉得非常的棒，也希望你们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即期呢，如果你上 Cambly， 然后输入我的 code， 就可以免费得到15分钟的体验哦。赶快去尝试看看吧。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带大家看看我在 Cambly 上面跟老师交谈的情况，以及我的经验过程吧。Do you think pronunciation matters a lot in terms of English speaking? Yes, in some instances it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 can me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ne instance or another. For an example, the word beach, B-E-A-C-H, if you don't pronounce it the right way, yeah, and it can actually mean something negative. And it's important to go over vowels, A-E-I-O-U, get familiar with that so you understand the pronunciation better. How do you think, is there a way to help students with very little vocabulary? You can use something like thesaurus, which will give you synonyms of a word. And you want to say that's awesome. Use different words that are synonyms like astonishing, awe-inspiring, formidable. So you can build upon your vocabulary that way, and people can get familiar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words. They can practice reading out loud over and over, and in time it will get better. I tell people to start slow if they want to fix words and fix pronunciation mistakes. Start slowly with it, and then they begin to speed it up. So it's important to take things more slowly at first, and then they don't need to be reminded, and when they say the word the next time, the accents are in the right place. Yeah, but I really think that British accent sounds really cool. So I would like to learn British accent. Yeah. You just have to keep practicing with the British teacher then. Okay. So what else do you think is a way to practice British accent? Obviously, like watching films and stuff in English with like British films in particular. Another thing that I tell people who want to practice their accent is to like get a recording of someone speaking, be it just off YouTube or something, like someone speaking in a British accent, and then you try and record yourself mimicking the accent, and then you can listen back to both recordings like together to see how it matches, and you can try and like keep adjusting your recording to match the accent. Unless you move to England, I think that's probably the best way to go about doing it. Do people nowadays still say water closet to mean toilet? Very rarely. Okay. Not a word I've ever used for the toilet. The only reason it's useful to know is sometimes you'll see the sign for the toilet would just say WC. So if you don't know what water closet means, then maybe you wouldn't understand the sign WC. Oh, okay. But so people in England call it toilet? The toilet or the loo. Loo is kind of more informal or slang. For me, I would call it the toilet or the loo. How about the John? The John, I think, is an American term. Oh. Yeah. Oh. So do you think, is there any way that can help people get rid of their accent? Practice is really the only. The more you listen to a language, the more you practice it, the less strong your accent will be. It's another thing that's strange. I find some people maybe speak very good English, but they don't really have an accent. They don't have a British accent. They don't have a American accent. They have a kind of neutral accent. And some students seem to develop quite quickly like a strong American accent or a stronger British accent. 所以呢，其实看完这影片的时候，才发现说你可以问老师非常多的问题，老师都会非常热心的跟你解答。又或者是我有问英国老师说，你们的
WC 会说厕所会说 WC 吗？他说不会，那其实是只有在墙壁上才会就门上才会写 WC 这2个单字。但是如果你连 WC 都不知道什么意思的话，你压根就不会觉得它是厕所的意思。所以呢，如果你是对于你比较好奇，想要学习不同文化，可能英文的讲法或是用法什么都可以。你就可以去选择英国老师或者是美国老师，这样他们都可以为你做解答哦。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下面留言，或者是分享给你身边想要学习英文口说的好朋友们哦。如果你用完体验完15分钟后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参考看看他们的方案。有任何心得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分享给我知道哦。也非常谢谢 Cambly 的邀请。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 ，See you。